Hot Search 1。辉达 NVIDIA 在美国时间11月20日公布了最新财报，显示初期营收依然强劲，但股价却在盘后大幅波动。这份财报透露了哪些资讯？又为何会引起市场如此剧烈的反应？辉达第三季度营收达到 350.8 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 331.6 亿美元，每股盈余调整后达到 0.8 亿美元，也超出预期。更令人振奋的是，辉达对第四季的预测同样令人期待，预计销售额约375亿美元，相较上季度有 70% 的增长，显示其在 AI 晶片需求方面仍具有强大优势。然而，即便数据亮眼，财报公布后，辉达股价却一度下跌超过 4%。这样的股价反应究竟在反映什么？投资人对辉达的期望显然非常高，以至于即使是符合预期的数据，也不足以让市场满意。对于未来成长率的放缓，投资人或许感到忧心，尤其是辉达在面临客户多元化与竞争加剧的挑战之际，其未来的增长是否能保持如此高的水准，成为市场的疑问。此外，市场对 AI 技术发展速度和需求持续性的预期可能过于乐观，而辉达的财报数据则适时为市场泼了一些冷水。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即使在科技领域里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也无法逃避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面对成长趋缓的现实，辉达能否再度突破自我，重新获得市场的信任？未来的竞争环境和技术发展将会是辉达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作为投资者，如何看待这些挑战与辉达的潜力，将决定我们在这个充满波动的市场中的每一个决策。Hot Search 2。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已于11月10日热烈开打，中华队在17日的比赛中以11-3大胜澳洲，成功挺进4强。接下来，他们将于11月21日在东京巨蛋面对强敌委内瑞拉。这场关键的对决将是中华队挑战冠军之路的重要一步。本次比赛中，全垒打被认为是中华队赢球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朱育贤的表现备受期待。这位具备强大长打能力的球员，能否在东京巨蛋这样的优势场地中充分发挥，将成为中华队能否延续胜利的主要看点之一。然而，面对密集的4连战赛程，投手的调度问题也让教练团感到压力。短期赛中，如何在前2场比赛中取得胜利，减少后续的压力，对于整体战略至关重要。另外，赛事的直播也成为了关注焦点，尤其是免费直播因低画质与断讯而引发的争议，使得观众对于未来棒球赛事的观看方式有了更多的讨论。免费观看是否能够持续，还是我们得逐渐适应付费模式？这样的争议显示了运动市场的变化，以及观众对高品质内容需求的提升。展望未来，中华队的表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较量，更是体现了团队合作与对荣誉的渴望。面对来自委内瑞拉的挑战，他们能否在逆境中找到突破的契机，继续向冠军迈进？这场比赛不仅是体育竞技的对决，也是国家荣耀的象征。对于所有热爱棒球的观众来说，这些球员的拼搏不仅带来了胜负的结果，也让我们反思团队合作和坚持的重要性。Hot Search 3。印尼政府计划将首都从雅加达迁移至位于东加里曼丹的新城市尼桑塔人。这一决策背后蕴含着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宏大蓝图，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根据印尼法律部长 Subrahman Andiaktas 的说法，总统 Prabowo 将在基础设施完工后签署迁都总统令，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此次迁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分散印尼经济、政治资源过度集中于雅加达所带来的压力。雅加达作为现任首都，长期以来面临着交通拥堵、人口过密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不堪负荷等问题，而 Nusantara 则被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想选择。新首都的建设计划中，优先发展行政机构的基础设施，以确保政府在迁都后能够顺利运作。然而，这一宏大的计划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新首都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将直接影响迁都的时间表。
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多方协作。其次，如何在新首都建立足够的经济活力，吸引人才和企业进驻，也是未来的一大考验。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是修建道路和办公楼，更涉及到社会服务、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配套设施。另一方面，这一计划也给印尼带来了新的机遇。新首都的建设为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同时也能促进东加里曼丹地区的经济发展，平衡印尼各地区的发展不均问题。此外，通过新首都的建设，印尼政府希望打造一个具现代化和可持续性的新城市，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面对这一变革，我们不禁要问，尼桑塔拉是否能成功成为印尼的未来之城？这次迁都计划能否如期完成，并实现政府对其所寄予的厚望？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印尼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并抓住机遇，为国家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Hot Search 4。近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职场霸凌事件。一名39岁的吴姓公务员因长期遭受压力，最终选择在办公室轻生。这一事件曝光后，舆论迅速聚焦于北分署的领导风格及职场文化。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吴姓公务员是北分署中的资讯业务职员，他所在的小组中只有他一名公务员，承受了过重的工作量，经常加班超过12小时。更甚的是，分署长谢宜荣的咆哮、辱骂以及要求下属在非工作时间回复信息的做法，给这位公务员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他走上了不归路。此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新北劳检处已经计划对北分署进行彻底调查，劳动部也表示将对相关管理层进行处分，其中包括记下谢宜荣2大过并免职。对此，有前立委指出，职场霸凌不应该被忽视，每一个管理者都应对自己在职场中的行为负责，确保不会给员工带来过度的压力。此次事件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整个职场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隐性压力问题。管理层应该如何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兼顾员工的心理健康？是否有更有效的机制来预防职场霸凌并及时干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果我们不改变职场文化中的这些弊病，那么更多像吴姓公务员一样的员工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如何让职场变得更加包容和健康，是每一位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深思的课题。Hot Search 5。2024年11月20日，女星林谦又正式宣布订婚的消息，让整个演艺圈为之沸腾。这位曾与男星纳豆、林玉志交往而广为人知的艺人，8个月前才控诉前男友施暴，如今却晒出1.5克拉的钻戒，宣布与美国未婚夫订婚。林千佑的感情历程充满波折。今年2月，她与前男友之间的纠纷登上新闻，当时她控诉赖姓富商男友对她施暴，并将这段痛苦的经历公开于媒体前，而赖男也反控她导致脸部抓伤，双方对簿公堂，最终均遭到北检以伤害罪起诉。这段感情的破裂给林千又带来了深深的伤痛，让她一度退出公众视线，专注于个人的电商事业。然而，命运并未停止对她的眷顾。在经历了感情的风雨后，林千又邂逅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子。这位男子不仅为她带来了爱的力量，更让她感受到平静的港口。她在求婚当天晒出钻戒和与未婚夫的合影，并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没想到我还有人要。一句带着自嘲的话语，却深深打动了众多网友，让人不禁思考她一路走来的坚强与勇气。面对曾经的创伤，林千又选择了相信爱情，选择了重新开始。这段转折既是一场对过去的告别，也是一场对未来的承诺。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位艺人寻找幸福的过程，更是一个勇敢面对困难并从中成长的象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活中的波折和不确定性也许无法避免，但我们能选择如何面对它们。
林千佑的经历提醒我们，即使曾经遍体鳞伤，也可以重新站起来，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像他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的港口呢？